我们都知道荣国府的衰败是经济上长期的入不敷出的结果，而分析乌进孝缴租的租单，我们能够得出贾府的庄田数量以及所缴纳的财物虽然不及以前，但收入仍然是非常庞大的。那贾府如此大量的土地是从哪来的呢？宁国府的焦大告诉了我们答案。焦大这个小角色只在书中第7回出现了一次，但他酒后醉骂宁国府，却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后来鲁迅那句贾府上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名言，更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按照书中尤氏的说法，焦大从小跟着贾府的祖辈出过3、4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宁国公贾演背出来，这才侥幸活下来。后来的2人没水没饭，是焦大偷了食物给贾演吃，得了一点水也给了贾演，自己喝满尿。所以宁国公在世的时候，焦大的地位就区别于众奴才，脾气也比其他奴才更大。所以焦大骂贾蓉道：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能做官，能享荣华，受富贵，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。焦大所说的实在是实话。从这些话我们能够知道，贾府能拥有如此众多的土地财富，是靠着开国之初贾府的祖先征战沙场挣下来的。而宁国公、荣国公的称号，也正是皇帝对这2位开国功臣的嘉奖。这段描写很容易使人想到历史上清朝初期的圈地，那时先后曾圈地1700万亩，分给了王公勋臣以及8旗兵丁。不同的是，圈地发生在河北、山西、山东等省，曹雪芹却暗示贾府的庄田在南方或东北。事实上，清初圈地是极其野蛮的劫掠，当时将人与土地一起圈起来，那块土地上的农民从此沦为农奴，承受极为残酷的剥削与压迫。那时的法律还规定，农奴的子女仍是农奴，不得离开庄田。这种世代为奴的规定，与作品中描写的贾府的奴婢制度完全一致。荣国府里的丫鬟与小厮，或老仆人与老妈子，全都是奴隶，就连那些管家的身份也同样如此。赖大是荣国府的大管家，尽管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，可是他的身份仍是奴隶。赖嬷嬷曾教训自己的孙子赖尚荣说，虽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落娘胎包，主子恩典，放你出来，你哪里知道那奴才2字是怎么写的？即由于主子的特批，赖尚荣才算摆脱了奴隶的身份，后来还当上了官。这在荣国府是独一份的存在。荣国府里的奴婢来源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后来买来的，如袭人，第19回里说他当年被卖到贾府签的是卖倒的死契，即永远不能赎取，而第77回里又可看到晴雯园是赖大家用银子买的，后来因得到贾母的欢心，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。另一种是府内奴隶生养的子女，他们自出生起就是奴隶，如鸳鸯、赵姨娘等人均是如此。他们的身份在作品中还有个专门的术语，叫家生子儿。荣国府很注意奴隶的生产，第70回里的描写表明，荣国府还管着年满25岁的单身小厮娶妻成房的事务，等到2门内有该放的丫头们，就只配给他们。林之孝在第72回里将主子关心奴仆婚事的目的说得很清楚，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太大了，也该配人的配人，成了房，岂不又滋生出人来？这便是奴隶的再生产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林之孝夫妇已升任大管家，手中的权力也不小，但他们的身份仍还是奴隶，因此他们的女儿小红就是家生子儿，到了年龄就得入园服役，而且是从最低等的3等丫鬟做起。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我们常有这样的感觉，即荣国府里那些丫鬟们日子过得还相当不错。她们穿的是锦罗绸缎，吃的是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各种精致的菜肴，甚至会让人觉得她们比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还活得尊贵。但这些都只是为了彰显他们所服侍的主人的尊贵，为了显示贾府这样一个富贵家庭的奢华与气派，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身为奴隶的实质。
探春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，那些丫鬟只不过是如同猫狗的玩意一样而已。等到他们被主子指婚后，那些丫鬟们就不能直接在老爷太太或小姐公子身边服侍，而是由府里安排从事其他的劳役。这时主子们便不需要再给他们以豪华的包装，原先的待遇也相应取消。于是生活的重压，环境的恶劣使那些丫鬟迅速退化，他们情形将如何，只要看看府内的媳妇和老妈子们就可以知道了。须知他们当年都是从丫鬟过来的。作者曾通过宝玉探望晴雯，详细描写了晴雯哥嫂家的生活细节，这些内容反映了丫鬟们婚配后的生活环境。在那里，晴雯睡的是芦席土炕，喝的是酱红色的浑汤，装茶的器具是一个黑纱吊子，茶碗也十分粗大。宝玉看后大为震惊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生活的如此精致的大观园围墙外，奴仆竟过着这样的生活。然而庄田上农奴的处境比府内的奴才还要悲惨得多。《红楼梦》没有直接描写贾府庄田上那些农奴的生活，但作者却写道，将奴婢送去庄田，在宁国府或荣国府里是极严厉的一种惩罚。第7回里，焦大喝醉了酒，连主子都骂，王熙凤就给尤氏出主意，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。第61回里，刘五儿被冤枉偷玫瑰露，王熙凤认定他是贼，便下达了惩罚令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一旦这些人被发配到庄田上为奴，那就立刻沉沦到最凄惨的底层。作者尽管没有直接描写庄田农奴的生活，但通过他那些侧面烘托与对照史书记载，农奴的生活境遇不难想象。据史书记载，庄田上的农奴的生活苦不堪言，许多人因为无法忍受而轻生投河，自缢的农奴比比皆是。《红楼梦》里曾有几处写到贾府与庄田的关系。在第75回里，王夫人向贾母解释为何腌制米不够吃时，曾说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，似乎贾府与庄田有个约定，规定了应缴的种类与数量。又第53回透露，贾珍认为黑山村应缴来5000两银子，可是乌进孝只缴来2500两，数量足足少了一半。而且贾珍责备乌进孝时说，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，可见这种情况已是不止一次的发生。庄田没按计划缴租，主子却无可奈何，贾珍就只是皱着眉头，发这够做什么的牢骚。他没有责罚乌进孝，反而是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，好生待他。难道就因为他是个老庄头就特别宽宏大量？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贾府的庄田上实行的是农奴制生产，农奴不仅家中所有，悉为官物，而且生产者本人也归主子所有，就连乌进孝这样的庄头，又何尝不是贾府的奴才？因此贾府虽对庄田应缴的租数做了规定，但双方没有，而且也不可能订立什么租约。既然连生产者都是主子的私产，那么当庄田因受灾未能按数缴租时，主子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《红楼梦》的前半部分浓墨重彩王熙凤、贾宝玉、林黛玉等人物，描绘的也多是主子层面的故事，而到了后半部分，叙事的重心逐渐向管家和丫鬟奴仆层面转移，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贾府里一群数量更多的群体的生活，以及众多奴才们的悲欢离合。而贾府里300-400奴才以及他们所管辖的众多庄田的农奴们，他们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，只是为了供养10几个主子们的奢华生活和享受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赖嬷嬷的那一句你哪里知道奴才2个字怎么写，才真正道出了其中的辛酸悲苦。